之前我们聊了朝鲜的王室，聊了日本的天皇，今天我们再来聊一下越南的王室。首先来看一幅简单的关系图。越南有一个皇帝叫做李惠宗，他的皇后叫做成荣，两人共同生下了长女李莹和次女李佛金。在李惠宗去世后，成荣又嫁给了他的堂弟成首度，这个成首度是个关键人物，于是两个公主就变成了成首度的养女。然后成首度让其中的李莹嫁给了他的大侄子成柳，让其中的李佛金嫁给了他的小侄子成太宗。这里的成柳和成太宗是兄弟关系。接下来的内容可能有些抽象，因为李佛金没有生下子嗣，所以成首度先是让李佛金和成太宗离婚，然后把李佛金嫁给了大将李辅成，之后他又让李莹和成柳离婚，然后又强迫李莹嫁给了成太宗。抽象的就是李莹和成柳生了个女儿叫做成少，李莹又和成太宗生了个儿子叫做成晃，然后这个成少和成晃又结成了夫妻。更加抽象的就是李莹在和成柳离婚，在嫁给成太宗之前就已经怀上了身孕，所以她和成太宗所生下的成晃也有可能是她和前夫成柳的儿子。然而更加抽象的就是在这些离谱关系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加离谱的事件，而这个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关键人物成首度。成首度是越南李朝的外戚权臣，当时的皇帝就是开篇提到的李惠宗。李惠宗只生下了2个女儿，而成首度本人又大权在握，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成首度就生出了一个跳反的想法，他想让成家的后人来合法的继承李家皇位。但问题就是你成家的后人怎么才能合法继承人家李家的皇位呢？按常理来说，一个大臣想要篡权，想要跳反，首先就得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来证明自己改朝换代的合法性。比如说经典的3次3让，不是我想要跳反，而是他非要把皇位给我。再比如说经典的黄袍加身，不是我想要跳反，而是兄弟们硬把我推了上来，这是陷我于不忠不义之地啊！你们可真是害苦了朕啊！那成首度的合法性是什么呢？他搞出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方法，那就是娶了皇帝。听起来可能不好理解，具体的操作是这样的：首先他胁迫堂姐夫李惠宗把皇位传给了女儿李佛金，然后又毒杀了李惠宗，并且娶了李惠宗的皇后，也就是他的堂姐成荣。这样一来，新上位的李佛金也就变成了他的女儿。接下来他又让李佛金嫁给了自己的侄子成太宗，然后再让这个李佛金让位给成太宗。到了这里还没结束，之后成太宗也搞出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操作，他废除了自己的皇后李佛金，把她降格成为了公主，然后又以联姻的方式把既是他皇后又是他公主的李佛金许配给了他的大将李辅成。也就是说，李佛金最先是李朝的公主，然后又变成了李朝的皇帝，然后又变成了成朝的皇后，最后又变成了成朝大臣的妻子。在这一套操作下，李朝的皇帝成为了成朝的皇后，李朝的公主又成为了成朝大将的妻妾。于是就这样，成首度说成家获得了李朝的正统，就这么完成了一次看起来不太光彩，实际上也确实不光彩的改朝换代。这也就相当于清朝抢了明朝的皇后，抢了明朝的公主，然后以此来说明自己就是朱元璋的正统，传承了朱元璋的血脉一样。显然就成首度的这个做法，非但没有得到李朝宗室的认可，反而还引起了李氏家族的口诛笔伐。这可怎么办呢？我成首度也不是什么嗜杀之人，见不得什么血腥的场面，算了，我直接活埋了他们吧。然后他就打着祭拜李家先祖的名义，邀请了李氏皇族的成员，随后直接在宴席上放置机关，就这么活埋了大量的李朝皇室。但问题就是李家毕竟是前朝的皇室，成首度不可能杀光所有的族人，而且就算是他能杀光，也难保不会有人打着李朝的名义推举出一个理性的皇帝来反对自己。这可怎么办呢？难道他能杀光所有姓李的人吗？成首度又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你想要反清复明，反臣复李，首先就得有这个李，但如果没有这个李，他们还复个什么李呢？于是成首度就昭告天下，说自己的先祖叫做成李，为了避讳成李中的李，所有姓李的人都要改姓为阮。简单点来说，就是直接删除了李这个姓氏。但接下来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自己成家能够篡夺李家的江山，主要就是因为成家这个外戚的身份，但怎么才能保证成家的江山不会被另一个外戚所篡夺呢？成首度又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这个办法也就是经典的内部婚配，而且还不是单纯王室内部的婚配，而是成家所有的宗室成员全部都要尽可能的做到内部婚配。除此之外，成朝所有的高级官位都需要由成氏家族的成员担任，所有官员的任命都要以成姓为主，谁的成家血脉越纯粹，那谁的官位也就越高。这种婚配到底有多么彻底呢？我们大体来捋一下。李莹和成柳共同生下了女儿成少，李莹又和成太宗共同生下了2代目成圣宗。之后成少和成圣宗结为夫妻，并且共同生下了3代目成仁宗。那这个成仁宗又娶了谁呢？他娶了成真，这个成真是成柳的孙女。成仁宗和成真共同生下了4代目成英宗，那这个成英宗又娶了谁呢？他娶了万德夫人，这个万德夫人还是成柳的孙女。之后还出现了一个比较抽象的事件，成朝的9代目叫做成义宗，他先是把女儿天辉公主嫁给了自己的侄子成建皇，结果没想到这个天辉公主又爱上了成建皇的堂弟成渊渊。得知这个消息后，成义宗大怒，他一怒之下就怒了一下，因为不能把女儿嫁给外姓，所以他又把女儿天辉公主嫁给了成渊渊的弟弟成渊行。在成首度的操作下，成朝确实没了什么外姓的权臣，因为现在满朝都是成姓的权臣，而这就造成了2个严重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后代质量的问题，比如说6代目成宪宗，智力只能勉强达到认字的水平，但却理解不了复杂的政令，年仅19岁就因病去世，还没有留下什么子嗣。7代目成裕宗虽然大脑没什么问题，但也没什么生育能力，最后只能通过收养的方式来延续皇位。享年
年高达34岁。第二个就是继承权的问题，皇室的后代频繁夭折，那应该由谁来继承皇位？应该按照什么规则来继承皇位呢？答案就是没有规则，你只要姓陈，你就有可能继承皇位。所以在陈朝的中后期，几乎每一次皇位的传承背后都是一场皇室的乱斗。比如说在陈圣宗继位的前后，他的弟弟陈义季就投降了元朝，希望借助元朝的力量来争夺皇位，并且还带着元朝的军队来痛击祖国。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陈守度把所有关键的职位都留给了陈朝的宗室成员，难道他就没有考虑过宗室内部的权力斗争吗？他确实考虑过，所以他又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搞出了一个更加抽象的上皇制度。意思就是老皇帝正值壮年时，就可以直接传位给新的皇帝，之后老皇帝和新皇帝共同治国，两个皇帝各自都有各自的朝堂，属于是在敌人分裂我之前，我直接就自我分裂。上皇制的好处是，老皇帝可以将权力平稳地移交给新的皇帝，但这同时又造成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老皇帝和新皇帝到底谁说了算？名义上是新皇帝说了算，但新皇帝只是名义上说了算，实际上是老皇帝说了算，实际上老皇帝说了也不一定算，这是一个非常难崩的局面。因为上皇如果直接交出权力，那就很难保证自己不会被新帝弑杀；新皇帝如果不掌握更多的权力，那就很难保证自己不会被上皇废除。关键就是这个局面让所有的宗室大臣也非常的被动。如果站到新帝的阵营中，那新帝被废除了，自己怎么办呢？如果站到上皇的阵营中，那上皇去世之后自己怎么办呢？怎么选都没办法，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内斗，而且还得是狠狠的斗，玩命的斗，斗赢了就鸡犬升天，斗输了就物理升天。比如说9代目陈义宗就曾先后废立了3位皇帝，每一次的废立都要大量的屠杀宗室成员，所以在通常情况下，上皇比起皇帝要更有话语权。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如果陈家的宗室大臣都开始去支持上皇，那新皇帝应该去争取谁的支持呢？唯一的选择就是外姓大臣，最好是和自己达成联姻，变成自己的外戚。于是这也就回到了一开始的问题，也就是说在陈守度的安排下，陈朝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当初的起点。怎么才能保证陈朝没有外戚势力呢？保证不了。所以在陈朝的后期，同样也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外戚权臣，这个人叫做胡一元。接下来还有一段比较重要的关系，胡一元的堂弟胡汉仓娶了9代目陈义宗的女儿，而陈义宗的弟弟陈睿宗又娶了胡一元的侄女，并且共同生下了陈顺宗。按照这层关系来说，陈顺宗等于是胡一元的外孙。之后胡一元又把女儿胡胜藕嫁给了外孙陈顺宗，于是外孙又变成了他的女婿。讲这层关系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点来说，就是胡一元突然就变成了陈朝的正统，换句话说，从此陈朝的皇帝直接就变成了胡家的血统。也是和之前的陈守度一样，胡一元也有皇室血亲的身份，开始大规模的活埋陈家的宗室，并且在李朝的陈朝的基础上又建立起了一个胡朝。而此时陈朝的宗室成员就面临了一个十分尴尬的问题，胡一元要清洗陈朝的宗室，这可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隐姓埋名，得改姓。但改成什么呢？改成阮姓。同样，胡朝在灭亡后，皇族也改成了阮姓；后黎朝在灭亡后，皇族也改成了阮姓；末朝在灭亡后，皇族也改成了阮姓；郑朝在灭亡后，皇族也改成了阮姓。到了这里还没结束。公元1887年，越南沦为了法国的殖民地。这个时期，法国做了一次人口普查，法国老爷在统计人口时发现，越南有很多百姓都没有姓氏，这怎么办呢？没有姓氏就不好统计，也不好管理，所以得给他们加上一个姓氏。加上什么姓氏呢？加上了阮姓。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我是白同学，我们下期再见。